村长，下河村的打上来了！前往小山坡，保护桃源村村民。去吧，去看看。很快，两人来到了两村交接的一个小山坡上。你们让不让开？不让，凭啥让啊？你再不让开的话，别怪俺们不客气了。来啊，谁怕谁啊？就是，这是我们桃源村的井也是我们村挖的。你们到我们村来抢水，还要不要脸了？几位组长看到小九过来，看向赵虎的目光极其的不善。嘿，你这个小兔崽子，是让你把村长带过来的。万一哪个不长眼的伤到村长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招打你？谁让你带村长过来的？谁让你带村长过来的？别打了！你这个臭小子，你皮痒了是不是？我错了。赵虎被打得嗷嗷叫。我马上带村长回去。大郎别打了，是我自己要来的，不怪大虎。赵大郎见村长都发话了，也就放开了赵虎。我就知道，我果然不是爹亲生的。小九嫌弃地撇开视线，转头问组长：“发生了什么事？”几位组长就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义愤填膺地说起了下河村上门抢水还打伤人的事情来。你们要来我们村抢水，要来我们村抢水。你们村的大男人都是孬种，让一个小娃娃出来主事。就是啊！哎呦，就这么屁大点的娃娃呀，赶紧回去玩泥巴吧！你们这群孬种，我在小娃娃后面算什么本事啊？小九想了想，抢过赵虎他爹手中的棍子，一棍子扫下去，倒下一片，几棍子下去，下河村没有一个站着的人了，地上躺着的人不是抱着腿就是捂着脑袋，一片的哀嚎声。小九心满意足地招呼众人回去，而村民们看到自家小村长扛着比自己人还高的棍子干翻了下河村10几个汉子，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一路上大家心思各异，老组长心想：哎呀，老村长托梦果然没有错呀，这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魄力。赵虎他爹心想：娘的乖乖呀，原来我的棍子威力这么大呀，这回去啊要把它供起来。赵虎心想：还好老爹拿着棍子不是用来戳自己的。其他村民：不愧是小神仙，一个人干倒了一个村子。于是，你知道吗？咱们村长可牛了。村长啊，会武功，是个武林高手，一棍子能打飞一群人。我跟你说啊，你是没看见，咱们村长那是天生神力呀。传到后面那是越来越离谱，已经变成了村长手一挥，对面全倒下了。小九虽是没有学过武功，不过他有精神力，还有力气很大。回到自己住处的小九，保护桃源村村民成功，奖励50积分加红薯苗1袋。小九呆呆地看着地上突然出现的红薯苗，可是现在都不下雨，地都是干裂的，怎么种？系统立马给小九播放了一段怎么种红薯的视频。明天就会下雨。真的？我们系统从不骗人。系统说完这话就不再出声了。小九听到这个消息，出门去找组长，一路上遇到了好多的村民，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村长，您去哪里啊？去找组长爷爷。村长，您慢点走。好的。很快来到了组长的院子里，看见周组长的小孙子石头在门口玩，小九从口袋里摸出了2颗糖，拆开一只放进了石头的嘴巴里。这个糖糖比阿爷从镇上带回来的好吃多了，哈哈哈！谢谢村长。村长是来找我阿爷的吗？关爱村民，奖励积分5加会生蛋的野鸡1只。小九看了一下四周，野鸡呢？请宿主耐心等待。好吧。小九摸着石头的脑袋问他：周爷爷在家吗？在的。阿姨，村长来了。小九跟着石头往里走，看见几位组长爷爷都在，愁眉苦脸的。组长爷爷们。村长怎么自己过来了？组长爷爷，你们怎么了？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周组长叹了口气：这几个月一点雨都不下，田里的庄稼没有一点生机，粮食减产，眼看就要活不下去了。今日那下河村的上门抢水，明日就会有其他村的上门来抢水。为了活下去，那些人可啥事都能干得出来。
村长爷爷，不用担心，明日就会下雨了。啊，村长是怎么知道的？哼，我就是知道。族长们看小家伙信誓旦旦的样子，觉得也许是天上的神仙告诉了小九，那也不一定啊。村长过来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想种东西，族长爷爷给我找一块不用的地吧。村长要种什么呢？种红薯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几位族长那是压根都没听说过。这是一种吃的，可好吃了。回忆了一下脑中看过的怎么种红薯的视频，小九仔仔细细的告诉族长们要怎么种。族长们认真的听着。明天就让家里的臭小子去田里收拾一块地出来，给村长种上去。小九见族长们答应，就准备回去了。刚进院子，一只毛色很漂亮的野鸡直直的朝他飞来。啊，主人，你终于回来了！主人，贴。野鸡，原来奖励在家等着自己啊！小九看着手中的野鸡，脑海中浮现了以前吃过的鸡的各种美食。不是吧？我把你当做主人，你竟然想吃我！啊哈哈！你这个没良心的负心汉！炸你！小九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这只鸡。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只见这只野鸡昂着的头，缓缓地点了一下。啊，原来是一只通人性的野鸡啊！好想吃肉呀！野鸡见小九不再流露出时时刻刻想把它炖了的眼神，于是他缓缓地蹲到小九的身旁，表演了一个当场生蛋。哈哈，主人，你看，我可以生蛋，每天都能，留着我可有用了。那以后就叫你翠花吧。他表示拒绝，可拒绝无效。小九把鸡蛋放在厨房的盆里，就往院外走了。刚出院门，就看见背着背篓的大鸭和他弟弟阿斗正要上山摘野菜。小九立马跟上。村长，我和弟弟是上山找野菜的，你可不能再跟着我了。族长他们不让大家带你上山的。你别胡说，我没有跟着你啊，我和你一道只是顺路。村长是要和我们顺道一起去山上吗？啊，我带翠花出来散心的，她最近心情有些郁闷。这是山上的野鸡，它自己跑来我院子的，它还会下蛋呢。大鸭见村长坚决要上山，大鸭一手牵着弟弟，一手牵着村长，决定今天不摘野菜了，就在山脚下摘一些野果子给村长吃。刚到山脚下的小九，翠花，你去哪儿呀？哎呀，你快回来呀！啊，别以为我没看见，是村长你把翠花往山上赶的。大鸭只能牵着弟弟赶紧跟上。村长，你跑慢点，会摔跤！村长，翠花，你们等等我！几人一起追在翠花后面。发布任务：解救失足老人，奖励60积分，加老师1位。地点：前方100米的大坑里。小九紧急刹车，赶紧掉头回去。系统见宿主头也不回的往山下走，以为宿主没听见，连发了3遍任务。老师，不要，我才不要读书呢。系统觉得可能是刚刚的话术不对，于是重新发布。发布任务：拯救失足老人，奖励60积分，加野猪1只。前方跑着的小人这才紧急停下了脚步。还好，以为又要上学了，笑死本村长了。村长，你要回去了吗？没有，我锻炼身体呢。说罢，继续跑回刚跑过来的地方。哇，前面果真有大坑哎，里面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白胡子老头。哎，脚上还夹着一个捕兽夹。跑过来的大鸭和阿斗也看到了坑底的老头。这是谁啊？不知道。醒醒，你醒醒呀！小九试着喊了几声，这老头没反应。村长，我们先回村子，去喊村民们过来救人。你回去喊吧，我在这里等你，不会跑远的。不行，万一对熊瞎子怎么办？我能一拳打死他。你快去叫村民来救人吧。大鸭想了想，前几日赵虎他们说的村长一个人能干翻10几个下河村的人，想来是能够保护自己的，于是就赶紧回村子里喊人去了。会出现在哪里呢？难道又是在院子里等我？那徐姐姐看见岂不是会吓死呀？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不小的动静，一头巨大的野猪朝着小九和阿斗就冲了过来。阿斗吓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好字还没喊出口，就见村长举起自己的小拳头，一拳打过去，野猪就这样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村长，你好厉害呀！村长，你太棒了！村长，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厉害。嘿嘿，一连串的彩虹屁，吹得小九受用极了。摸出一颗糖，拆开，塞进他的嘴巴里。长大之后，阿斗一定要嫁给村长。没过多久，一群村民们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山上。有了上次亲眼目睹村口村长大战下河村的经历，大家也就没那么吃惊了。老爷爷还在坑底呢。对哦，大家这才反应过来上山是来干嘛的了。几个村民一起把老头从坑里解救出来，抬起来往村子里走，剩下几个年轻力壮的一起扛着野猪跟在后面。村长啊，这个野猪你要怎么处理呢？周组长是觉得这么大的野猪应该拿去镇上卖掉，卖掉的钱村长可以攒起来。不卖，晚上大家吃野猪肉。吃肉了！大家伙听到晚上吃野猪肉都高兴极了，尤其是小孩子激动的哇哇叫，他们已经快1年没吃肉了。小九见村民们这么高兴，突然有些愧疚了，他好像也不是一个那么合格的村长。小九很难过，他决定过2天他就要去镇上挣钱，他有积分可以兑换糖果，然后拿去镇上卖。想到这儿，小九瞬间满血复活。小九回到院子里，花了10个积分兑换了一本菜谱，又花了5个积分兑换了各种调味料。从系统兑换出来的东西，包装文字都是符合这个朝代的。我一共得到了115个积分，用掉了16个积分，还剩99个，还可以兑换好多糖，嘿，开心。小九拿着菜谱和调味料去找徐姐姐，并告诉她这些东西怎么用，书上都有说明的。我一定要学好上面的方子，努力学习厨艺，将来做各种好吃的给村长吃。恭喜宿主获得1名优秀的厨娘，奖励积分50，加消炎药1瓶。优秀的厨娘，徐姐姐，消炎药，为啥奖励消炎药？刘婶子，可以给我缝一个大点的布兜吗？我这个太小了。好呀，村长要什么样式的呢？我要做成这个样式的。村长什么时候要呢？明天，我的布都装不下了。好，那村长明天早上记得过来拿。小九想了想，找人办事都要给工钱的，可是他身上好像没有钱。他从兜里掏了掏，掏出了1把糖，递给了刘婶子。那这些给大丫和阿斗吃。哎呀，不用，村长你自己吃。大丫和阿斗他们有甜果子吃呢。小九直接把糖放进了刘婶子的菜篮子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刘婶子，我走啦。傍晚时分，今天的野猪肉一点也不腥，香的嘞。村民们直夸许笑笑厨艺好。哪儿啊？我是按照村长给的方子和调料做的。大家又转头纷纷夸奖小九，他们的村长真是神通广大。好吃！我要带村民多多赚钱，以后天天吃肉。村民们吃饱喝足后，男人们坐在一起吹牛，女人们坐在一起聊家长里短，小孩子们在一起讨论着以后要像村长一样厉害。你叫什么名字呀？我是桃源村的村长石小九。石小九，怎会如此像啊？像谁啊？没谁。老头眼神空洞，呆呆地坐回木板床上，不知道在想什么。小九赶紧拿出消炎药递给老头。那这个给你。徐老回过神来，缓缓地接过药膏。这是什么呀？药膏，消炎的，可以治你的脚伤。谢谢你救了我，还有你的药。孩子，你父母是谁呀？你今年几岁了呀？我没有父母，我是族长爷爷他们山上捡的。还有，我5岁了。听村里的人说，他刚出生就被人扔在了山上的榕树底下，之后的5年，他一直生活在桃源村。他今年5岁，没有父母，怎会如此之巧啊？你是谁呀？为什么会在我们村后山呀？你叫我徐爷爷就行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反正就是迷路了。我是桃源村的村长石小九。第2天清晨，外面
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吃完你要乖乖生蛋哟。翠花现在每天都能生一个鸡蛋，徐姐姐每天早上都会给她弄一个白水煮蛋。村长，这外面果真下雨了。托村长的福，这早上下了几个时辰的雨，这田里的地呀不再干裂了，庄稼也有活路了呀。哎呀，还有啊，昨日救的那个老头想要在村长你的院子里租个房间住下，每个月5两银子。村长，你看5两银子，几位族长的心都颤了一下。这院子很大，空间很多，徐姐姐住了一个，我住了一个，还有4个空房间，完全可以租出去一间嘛，还能赚5两银子一个月，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呀！可以呀，可以呀，靠近后院那边呢有3个空房间，看下徐爷爷要住哪一间呢？很快，徐爷爷就上门了。不知道昨天晚上跟几位族长聊了啥，今天看小九的目光格外的慈祥，看得小九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徐爷爷，你自己挑下房间吧。吓得小九留下一句话就跑走了。哎呦，太吓人了！徐爷爷笑得跟个人贩子一样，他是不是看我可爱，想把我绑回家呀？刘婶子，好看吗？当然啦，咱们村长配什么都好看，看着像是抱着一个毛茸茸的小动物一样。刘婶子，你有没有想过多做一些，到时候拿去镇上卖呢？镇上的小孩肯定也会很喜欢我这个小布袋呢。是吗？啊，人家镇上的裁缝手艺肯定比我好，镇上的小孩怎么会看上我这个？村长，你别打趣我了。真的？不信你问问大丫和阿斗。小九跑去里面把大丫和阿斗喊出来。阿斗看着村长身上背着的小熊猫，村长，你这个小熊猫就是昨天的那个糖吗？对呀，这个是刘婶子按照糖纸上的小熊猫做的。阿娘，我也想要这个背包，阿娘给我做一个老虎的好不好？阿娘只会照着图案做，老虎的我做不出来。小九想了想，赶紧兑换了各种图案的零食，然后从布兜里挑出了老虎，递给了刘婶子。这个可以吗？阿娘，我要这个。好，阿娘等会儿也给缝一个。阿娘，这个能做吗？我想要一个兔子的小布包。当然可以，晚上娘给你们俩一人缝一个。谢谢娘亲，娘亲真好。正在这时，我是桃源村的村长石小九。行啊，你王正义，全家省吃俭用供你读书，你居然逃课，跑去码头给人家扛货物。我不想去学堂，我以后都不去。哼，不想去，老娘今天就打死你，打到你去为止。王婶子拿着旁边的扫帚，狠狠地往儿子身上冲去。发布任务，找出王正一不去学堂的原因，奖励50积分加抽奖1次。抽奖会抽到什么呀？不知道，看宿主运气，奖品都是随机的。这不是很明显吗？讨厌上学呗。他肯定是讨厌学习，所以才不去学堂的。请宿主认真寻找原因，不要想当然。系统冷漠地说完就下线了。小九对一旁的大丫和阿斗说：我们明天去镇上吧。去，村长我要去的。村长，你有钱吗？现在没有，但等会儿就有啦。那我们去镇上做什么？卖糖，我还有好多呢，拿去镇上卖给镇上的小孩，他们肯定没吃过我的这种糖。是哦，村长的糖这么好吃，肯定能卖得出去的。村长，你要干什么？交给我，我肯定能干好的。这俩人趁着自己不注意，竟然抢他第一狗腿的位置。你们知道谁认识去镇上的路吗？刘大柱知道，他以前赌钱，天天往镇上跑。那就去找刘大柱吧，让他明天带我们去镇上。几人来到了刘大柱家。刘阿婆，刘大哥在家吗？在的，在里头睡觉呢。小九几人随着刘阿婆来到屋内，看见刘大柱正躺在木板上，呼噜声震天响。刘阿婆赶紧把他推醒。哎呀，村长找你，别睡了。小九看着刘大柱，大柱，你现在还会去赌吗？村长，我现在不赌了，真的。那就好，下次你再赌，我让族长把你逐出村去，
村长，我是真的不赌了，不信的话，你问我阿娘。村长，最近他确实没去过赌坊了，天天在家睡觉呢。下次他还赌，我告诉村长，把他逐出村去。小九看着刘大柱，确实是不像是再要去赌的人，这才心满意足了。明天我们要去镇上，你带我们去吧。不行的，村长，我要是带你们出村，族长他们会以为我要把你们卖去赌坊，这肯定不会同意的。哎呀，那有啥？我让我爹也一起去呗。刘大哥，你对镇上熟，到时候你带路呗。我是桃源村的村长石小九。第二天，赵虎和他爹赵大郎几个已经早早地赶着牛车在村长院子门口等着了。还有一个大家没想到的人是王正一。等会儿从镇上回来，我也要叫我阿娘给我做一个，我要做一个狮子的，比你这个老虎的霸气100倍。那你的也没有我这个老虎的好看，我的老虎是无敌的。两个人谁也不让谁，越吵越凶。你们俩还去不去啦？两人瞬间哑火，老老实实的爬上牛车。牛车一路颠簸，过了好久才来到镇上。小九从自己的布袋里掏出了一些糖，分别放在大鸭和阿斗的背包里。这些等会儿我们拿到永福酒楼附近卖，我们卖5文钱一个。然后对着赵虎和王正一说道：你们俩帮着收钱和给顾客装糖果。几个人齐齐应好。村长，5文钱能卖得出去吗？镇上的麦芽糖才2文钱一个。当然了，我的糖和他们的糖不一样，我的糖好看又好吃。村长，我相信你，我们肯定能卖好多钱。村长，我也相信你。刘大柱看着几个小孩商量着赚钱大计，兴致勃勃地听着。几人来到镇上最热闹的街上，很快吸引了一群小孩子的目光。你们这个背包是哪里买的？这个是我阿娘做的，我阿娘可厉害了。紧接着从自己的背包里掏出了和自己背包一个图案的老虎包装的糖果。你看，我的背包就是这个糖纸上的老虎，好看吧？我告诉你们，我这个糖可好吃了，你们绝对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真的？小九拿出几个糖分给了几个小孩。你们可以试一试嘛，不好吃可以不买。几个小孩尝过之后，觉得确实是之前没吃过的。你这个糖卖不卖啊？你要吗？5文钱一个。要的。你要多少个？我卖给你。小九从包里掏出了各种各样的糖。我这有小猫、小狗、老虎、狮子、小鸟、兔子、猴子，你喜欢哪一个呀？哇，好多小动物，每个都好可爱啊！你背包里的那些我都要了。还有啊，你那个小老虎能不能也卖给我？你回去再叫你阿娘做一个呗。村长，我想把这个卖掉，回去再让阿娘给我做一个。我们这个背包卖多少钱一个呀？背包我们卖200文，糖果我只有200个，你全要吗？对啊，全部都要。我家里好多的人。我也要，你还有吗？我要10个，我要20个，我要5个，我要30个。你那个熊猫背包我要，我也要那个兔子包。阿斗和大鸭赶紧拿出背包里的糖交给王正一，立马将几个小孩要的糖果给了他们，并收好钱。小九开始给几个人算工钱，几人一人给了100文，600文是刘婶子做的背包钱，自己还剩1700文。几人都拒绝拿工钱，这次不拿，下次不带你们来了。几人迫于小村长的淫威，这才赶紧收下。王正一，你之前是哪个学堂的？我知道，村长，我带你去。村长，你是想去学堂读书吗？没有，我还没去过学堂呢，去看看学堂长啥样。我也想去。我阿爹说，去学堂读了书，以后考取了功名就可以当官，不用一辈子当个泥腿子。不过阿爹说，我们家钱不够，读不起。我才不要读书呢，我以后要习武，要做个天下第一的大侠。不可能，村长是最厉害的。那我就当个天下第2的大侠。我不去。农村怎么啦？吃你家大米啦？要你们管？正当几人想问问王正一为什么不愿意去的时候，瞧，这不是那个乡下土包子吗？怎么不在码头上看货物了，跑到街上来卖糖来了？天生泥腿子命，
一身的泥巴气也敢来这书香之地和我们在一个学堂念书，真晦气！还不是，瞧那穷酸样，那简直玷污了学堂的清静了。几人脸上尽是不屑与轻蔑，小九几人气得脸都红了。你们读书人都这样说话的？小九疑惑地问王正一。王正一此刻只想赶紧回村。哦，你们就这个泥腿子的弟弟妹妹呀，难怪全都一副穷酸样。怎么第一次来镇上啊？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几人夸张的哈哈哈的大笑。呀，农村怎么啦？吃你家大米啦？要你们管？你们父子没教过你们尊老爱幼吗？真是的。就是，你们那么会读书，有本事去考个状元回来呀！哎，你们知道我谁吗？王正一，你还想不想回学堂了？我不会回学堂了。我以为读书是让人明智的地方，可是看到你们这样，这书不念也罢，当个泥腿子也好，至少懂礼数。哼，好的很，我们走。王正一，你们学堂的学生都是这样的吗？差不多吧，里面捧高踩低，像我这样的泥腿子，在学堂里就是他们出气对象。我不想变成和他们一样，所以不想回学堂了。几人都有些沉默，尤其是阿斗。天色也不早了，几人决定先回村。等坐在牛车上，我完成任务了吗？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50积分加抽奖1次。西头，我想在村子里当个学堂，让阿斗和王正一还有大丫和赵虎他们都能在自己村子里上学，这样就不会被外面的人欺负了。恭喜宿主，离当一个合格的村长又近了一步。现在抽奖吗，宿主？抽！几秒钟过后，上面显示抽奖结束，奖品是解毒丸1粒。村长，你可以教我习武吗？我的武功你学不会。那村长，我怎么样才能会武功啊？我以后给你们找个武学师傅怎么样？突然，前方树林边上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打斗声，只见几个黑袍人正在围杀一个手拿长剑戴着面具的男人。不过片刻，几位黑袍人就已经没了声息。把这人绑回去当武学师傅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哎，赵虎啊，你不是想学武吗？你觉得他当你师傅怎么样啊？那村长，那人家不答应怎么办？小九往远处看去，你师傅好像死了。赵虎赶紧回头看去，看见面具男倒在地上，立马跳下牛车，飞快地往树林那边跑去。师傅，你没事吧？小九几人跑过去，看着嘴唇黑紫的面具男，他是不是中毒了？这肯定是中毒了，你看他嘴唇都黑了。小九拿出刚刚抽奖得到的奖励解毒丸，没多想的直接就塞进了面具男的嘴巴里。系统，这个解毒丸可以解他的毒吗？可以。小九吩咐赵大郎和刘大柱把人抬进牛车，几人就这样带着不知来历的面具男回了村，获得一名武学师傅，奖励积分200加抽奖1次。抽奖结束，获得了轻功秘籍1本。轻功秘籍是跟刚刚那个面具男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吗？小九拿着秘籍立马翻开看，有图画，有文字。小九发现自己竟然能看懂，然后把书拿到院子后面比较空旷的地方，开始照着练。村长，你在干嘛呢？练轻功，我以后打架也要像刚刚他们那样飞来飞去。于是从1个人的青蛙跳变成了3个人的青蛙跳。清醒过来，准备看下解了自己毒的救命恩人的严贵，看着正在院子后面玩蛙跳的3人。师傅，我们轻功练得怎么样？师傅，谁啊？叫我吗？我啥时候收了个徒弟啊？还有，你刚说啥？你在练轻功？村长，你说我师傅会不会是个哑巴呀？我为什么是你师傅？因为你是我见到的第2厉害的人，我想向你学武功。哦，你还见过天下第1厉害的武功吗？我们村长就是天下第1厉害的。哦，你们村长在哪里？可以带我去拜访一下他老人家吗？赵虎和阿斗指了指还在一旁努力练习蛙跳的小九。这就是我们村长。你们的村长是个小姑娘？对
我就是桃源村的村长，你的毒是我解的，你要怎么报答我呀？是你给我解的毒？对呀，我就1颗解毒药，还给你用了。感谢小恩人救命之恩，请问我要怎么报答你呢？严贵很惊讶，这小孩能解他的毒，看来这个村子的大夫应该是医术高明。医术高明的黄大夫。我不是，我没有，我只会治些跌打损伤之类的。你就留在村子里当武学师傅吧，教村里的小孩习武。1年后你就可以走了。可以，我会留在村子里教他们习武。小九安排严贵住在徐老隔壁的空房间，赵虎和阿斗2个人很勤快的去帮新来的武学师傅收拾房间去了。你会武功？小九摇摇头，我不会武功。严贵心想，应该是赵虎比较崇拜自己的小村长，所以说村长的武功天下第一。毕竟这小孩子看着没有一点内力，也没有一点武术功底，看着刚刚练轻功的样子来说，应该是从来没有学过武的。徐爷爷好。为了报答你昨日的救命之恩，我决定留在你这里啊，教你读书。你觉得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免人将仇吧。你不愿意读书啊？当然。可是读书可以长见识，那明白很多道理的。你不是桃源村的村长吗？那你不读书，你以后怎么当一个好村长啊？小九顿时有些气弱了。宿主，成为一个合格的村长必备条件之一就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请宿主好好学习。没有奖励吗？当然有，但要看宿主学习的情况。读书明事理，你学会了知识，也可以用它们来教导你的那些村民呢。既然这样，何不直接在村子里办一个学堂呢？让村子里的小孩都去学堂读书，以后村子里的小孩就都能明事理，还能去科举考试。我想在村子里办一个学堂，你可以直接来教我们村子里的小孩读书吗？徐老一时语塞。我想好了，上午呢，你来教村子里的小孩读书识字，下午就可以让面具叔叔教他们习武，这样我的村民们就文武双全啦。嘿嘿。小九越想越激动，说干就干，扔下徐老就跑去找族长爷爷们商量怎么建学堂的事儿了。我只是想教小九你一个人读书识字儿，是我价值上的太高了，怎么我就要教全村的小孩来？几位族长听说徐老和面具男要来村子里教书，那是1万个愿意，恨不得立马把2位老师给供起来。西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一下子赚到好多好多钱的？多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完成任务就能直接奖励银子的？没有，请宿主脚踏实地。小九突然想到之前族长们说的野猪肉可以卖钱。对呀，可以进山嘛，抓2只野猪不就可以把学堂建起来了吗？说干就干，准备进山。正在村子里玩的赵虎几人见到村长，立马屁颠屁颠的跟在村长后面走。村长，我们是要进山吗？是去抓野猪吗？村长一拳就能打死1只野猪。等下不许乱跑，也不许大喊大叫，否则我就把他扔进山里喂狼。几人立马做了一个捂嘴的动作。小九没有管这几个小屁孩，朝着自己的目标一下子就冲过去了。村长厉害，村长天下无敌。不一会儿，小九就找到了正在森林里闲逛的野猪，一拳下去，野猪光荣倒下。小九伸出脚一踢，那野猪就飞了起来，然后硕大的猪头就靠在了小九瘦弱矮小的肩膀上。村长要帮忙吗？小九鄙视的看了一眼弱不禁风的几个弱鸡小男孩。不用。然后扛着野猪就下山了。跟在后面的几人惭愧极了，发誓要好好练武，把力气练大。娘哎，这是个啥呀？呀，我的个乖乖，是野猪嘞！
村长，您这么小，怎么能够抬这么重的东西来？哎呦，村长，放下来吧，我们来抬。村长，我们来吧，等下会长不高的。会长不高。小九二话不说就把野猪扔在地上，给了几位村民抬。哎呦，村长啊，这又是你打的？这只野猪就卖掉吧，卖掉的钱用来建学堂，不够的钱呢，我再进山去抓几只来。野猪，哎呀！野青狗，你了不起！听见村长进山是为了给村子里建学堂，在场的村民们都红了眼睛。明日去镇上看看，你们谁知道野猪卖多少价格呀？田猎户，村长，我知道，明日我陪您去。小九点点头。第二天清晨，田猎户赶着牛车带着村长，后面跟着死皮赖脸要一起去的赵虎三人。到了，就是这儿。小九抬头一看，永福酒楼。上次刘大柱说的，镇上最热闹的地段就是永福酒楼附近。小九迈着小短腿儿往里面走去。二位客官，来点什么呀？我是来找你们掌柜的，我们有野味，想问问你们酒楼收不收？小二听两人是来卖野味的，便是带着两人去里面见了掌柜的。哎呦喂，这是你家闺女？不是，这是我们村长。哼，看不起谁呢？这是觉得一个小孩当村长很好笑。掌柜不管心里怎么想，面上还是很热情的。两位是要买什么野味呀？野猪。野猪？你们抓到了野猪？徐掌柜赶紧让小九和田猎户带自己去看看他们带来的野味儿。几人来到牛车旁，徐掌柜迫不及待地掀开牛车帘子。这打猎的肯定是个内力深厚的高手啊！这野猪身上竟然没有一点伤口。敢问这猎物是哪位高手打的？我们村长打的。徐掌柜震惊地看着小九。你打的？你怎么打死他的？怎么一点伤口都没有啊？就用拳头呀，这样一拳过去就死了。我们村长可厉害了呢，之前也是一拳过去，野猪就死了。你们还有只野猪？在哪儿？吃掉了，可好吃了，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野猪肉。不是，你们吃掉了？你们竟然吃掉了？怎么不拿来卖呀？想吃就吃掉了。这只你要不要啊？要。多少钱？15两，这个价你绝对不吃亏。小九看了一眼田猎户，掌柜出价确实没有少，平常也就卖10两上下。村长，我们这个野猪肉品相好，表面没有伤口，他们出价高点也正常。小九见掌柜的没有坑自己，果断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知道几位是附近哪个村的？希望日后你们打到野味能第一时间拿来我这酒楼，价钱我是一定不会少你们的，这个你们相信我。我们是桃源村的，你们只收野猪吗？不瞒姑娘，我们酒楼最近急需大的猎物，姑娘有什么我们都收，价格呀只多不少。好吧，下次遇到再给你带来嘛。卖完了野猪肉，刚收到15两的小九心情极好。走，去逛街买，嘿嘿。几个小伙伴从街头逛到街尾，手里买了不老少的东西，这才打算回村。牛车走了1个时辰左右，就在这时，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树林，突然冲出了4、5个凶神恶煞的汉子，手拿大刀。站住！田猎户赶紧把几个小孩推回牛车里面，自己挡在牛车前头。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没看到老子手里的刀吗？快把银钱交出来！我们就是乡下泥腿子，来镇上赶集的，身上也没几个钱，钱都买了东西了，都在牛车上，我拿给你们。其中的一位汉子直接一脚把田猎户踹到了一边去。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们可是在酒楼门口观察了很久，你们刚去酒楼卖了一只野猪肉，快把钱交出来！小九见田猎户被对方踹了一脚，快要气死了。你们找死！快把钱交出来，否则全部把你们卖到人牙子那边去。就不给，你有本事过来呀！打得你哭爹喊娘。就是，有种就来打死你爷爷我，爷爷还怕你不成？田猎户见几个小孩竟然从牛车里跑出来了，吓得那冷汗都出来了。村长，我在这儿拖住他们，你们几个赶紧跑！刀疤男见刚刚一脚竟然还能让这人爬起来，立马又抬起脚，小九抓住了刀疤男的脚，用力的一甩，
底下几人抬头，眼睁睁地看着刚刚还在耀武扬威的刀疤男，就这么一会儿飞到天上去了。好一会儿才从空中掉下来，挂在了树林里最高的那棵树的树枝上。这是怪物吧？这一定是怪物。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劫匪吗？我们不是劫匪，我们只是跟您开个玩笑，我们不抢钱的，我们是好人。小九觉得这几个人是把他当傻瓜了，拎起这个瘦弱的男子一甩，同样的姿势挂在了同一棵树上。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啊！姑奶奶饶命啊！你们是劫匪吗？我们真不是劫匪，平常就在街上收下保护费。这次是因为刚好在街上看见你们卖了一头野猪肉，还在街上各种买。哥几个以为你们身上有很多钱，这才动了心思。我们之前真的不是干劫匪的呀。那把钱交出来！你们之前收保护费应该有不少钱，交出来，否则我让我们村长把你们扔到天上去，没个几天几夜下不来。有前途，不愧是本村长的村民。赵虎看见村长赞赏的看阿斗的目光，快把钱交出来，否则就砍断你们的手脚！啊，把钱交出来，否则你爷爷我手里的刀就要见血了。这是假土匪遇上真土匪了。不交？交！几人立马掏出身上的银两。就这些？我们都是小弟，哪有那么多银两？大头都在老大那里，我们身上没几个钱的，全部身家都在这儿了。对，平时收到的钱呢，都在老大那里，我们每次就分点油水。你们老大呢？几人指了指那棵最高的树，在树上。失算了，不会轻功，只会扔人，糟糕！村长，我们新来的武学师傅能飞这么高吗？是啊，找面具叔叔。小九问田猎户：“有绳子吗？把他们都绑起来，拉回村里去建房子。”有，在牛车上，我去拿。田猎户赶着牛车刚进村，田猎户，村长呢？在这儿呢。赵虎心想，果然不是亲生的，老爹一点也不关心我的死活。村长，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对呀，怎么绑起来了？这怎么还有刀呢？村长，你没受伤吧？作为村长的夸夸小弟阿斗立马开始了自己绘声绘色的讲述，村长们听得连声惊叹。把这几个人关到祠堂去。村民们立马行动起来了。回到院子里，小九看到徐爷爷和面具男两人的气氛有点不对。小九来，我跟你讲啊，这人不是好人，赶紧把他赶出去，快！严贵把剑拔出1寸。你们怎么啦？若再敢偷偷揭我面具，下次别怪我砍断你双手。这不是没解开吗？大白天戴个面具，一看就不是好人。我今日就砍了你！小九见情况不好，立马制止两人。你没事掀他面具干嘛吗？还有你，这是我的村子，以后不要随随便便的在村子里面拔剑，吓到我的村民怎么办？严贵面无表情的站到一旁，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还有，你俩再吵，都搬出我的院子去！哼！小九放下话，就气冲冲的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你最好把自己藏好，天天拿着那破剑戴个面具，是生怕追上你的那群人不知道你在这儿啊？怎么着？想让这个村子的人都给你陪葬？他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这个老头到底是谁？小九从房间里出来，就看见面具男在院子里看着门口发呆。你能帮我个忙吗？可以。你不问我是帮什么忙？不用，你说就是。那你去树上帮我摘2个人下来。啥？摘2个人？就是我扔了2个人在树上，你去帮我把他们弄下来。你扔的？你会武功？不会。他只是力气大，速度快，有精神力，但是他确实不会武功。小九见他还不行动，哎呀，走吧，天色都暗了，我们早点把人带回来嘛。在哪儿？就在上次用话还没说完呢，严贵就拎着小九的衣领飞出了屋外。小九2只脚在空中疯狂地扑腾着。他可是村长，被人拎着脖子在空中扑腾，这被村民们看到，
那他的成熟稳重、严肃威严的村长形象岂不是要破灭了吗？从哪里能看出来你成熟稳重、严肃威严？第2日清晨，从今日起，村子里开始建学堂。以后村子里的小孩，不管男孩女孩，都要去读书，还要习武。哎呦，村子里全部小孩都有书读了，那我家正一就不用去镇上了。是了，村长都说了，不管男娃女娃都可以读书，我家虎子也能当个文化人了。就是，我们村的孩子以后啊，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嘿嘿。族长爷爷，我这儿呢还有600多两，把学堂建大一点，还得有练武场。600两，村长这是哪来的钱呢？这是？看到祠堂那几个人没？他们想抢我的钱，然后打不赢我，被我反抢了。嘿，那他们到时候会不会报复村长你呀？他们还敢来啊？来一个我们抢一个，说不定下次就是几千两了呢。周组长这是开玩笑的，但是小九听进去了。这办法不错，希望多来一些劫匪，大家致富指日可待呀。建学堂用不了这么多钱，顶多就200两。再说建学堂怎么能让村长你一个人出呢？是吧？建学堂的钱我出了，不过我也是有条件的，我要当学堂的校长，学堂里的事儿都得听我的。以后村子里的小孩读书出来，都是要帮我做事的。几位组长听不懂校长是啥，但是他们知道，就是不建这学堂，村子里的人也会听村长的。祠堂绑着的那几位，等会儿安排他们去建学堂，要是不听话，你们就来找我，我让他们再上1次天。村长你放心，这事我一定办得妥妥的。村长，我也是，一定让他们好好听话。对，一定让他们洗心革面。小九见他们如此的自信，也就不再管了。于是，建学堂就这样在大家的期盼下开始了。而另一边，来到学堂的3个人，知不知道把你们绑在这里是要干嘛？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们村长可是特别厉害，他可以一拳头让你脑袋爆浆。我们村长一生气就喜欢扔人玩，你们要是不听话，村长会天天把你们扔去天上。是的。我是桃源村的村长石小九。他们怎么不说话？是在想怎么报复我们吗？走，去找村长，这几人不听话，得让他们见见我们村长的威力。你们想听我说啥话呀？倒是说呀，别一个劲儿的恐吓我呀，这心脏会受不了的。几位小侠，你们想让我们干什么倒是说呀，我们这没说不干的。我们刚没说让你们去帮村子里建学堂吗？没有，建学堂我们干，但是你们什么时候放了我们？我们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哼，这得看你们表现。要是干得好，村长会让你们回去的；要是干得不好，村长会让你上天的。干！我们一定好好干。回到院子里的小九掏出了自己的轻功秘籍，打算继续练习。轻功啊，不是这样练的。小九再看了一遍自己的秘籍，是这样的呀，没错啊。你这书能给我看一眼吗？小九拿给他，袁贵翻着这书。你前面的文字一点没看吗？他写到密密麻麻的，我看了眼花，就直接看图片了。严贵想了想，既然答应了这小姑娘留在村子里教孩子们习武1年，那就从基本功开始。好，既然要学轻功，明日后山脚下集合，我带你们先从基本功开始练。谢谢夫子。叫我严贵吧，不用叫我夫子。好的，严夫子。我是桃源村的村长石小九。这怎么话说的？怎么不喊我夫子？我可比他厉害多了我。徐夫子好。徐老满意了，瞪了眼严贵。小九见学堂和夫子都已经确定好了，觉得呀应该庆祝一下，于是跑回房间，从系统商城里兑换了一些螺蛳粉还有可乐。小九把东西交给了徐姐姐。这个又是啥好吃的呀？螺蛳粉。螺蛳粉没听过，好吃吗？啊！徐老在这住的这几天，他也发现了小姑娘的不同寻常之处。当然好吃了。徐老见小九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就知道这东西肯定很好吃的。螺蛳粉一端上桌，小九就迫不及待的给自己捞了一大碗，一边吹凉一边呲溜呲溜的嗦起了粉儿。许笑笑和严贵也自己动手盛了一碗，学着小九的样子嗦粉儿。味道怎么样啊？味道？不怎么样，不好吃，不好吃。
是啊，很难吃，臭死了。严贵不说话，很快就嗦完了一碗，忙捞第二碗，没空搭理徐老。徐老看几人这样，坐不住了，急忙给自己也捞了一大碗，学着他们的样子，一口粉下去。太好吃了！这几个小兔崽子竟然敢骗我！我是桃源村的村长石小九。是谁呀？是谁吃了这么多啊？小九指了指严贵，这是第3碗了。习武之人，饭量比较大，尽量。你这个四面巨狗，老子跟你拼了！徐老拿起自己的碗就想砸过去，严贵拔剑，剑尖对着徐老。呀，试试。徐老放下碗。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不跟你这个莽夫计较。转头就对小九道：“下次啊，让他交伙食费，太能吃了这。”这话，严贵就有点尴尬了。小九从自己的兜里拿出了那5两银子，还给了徐老。以后你们在村子里教书，房租钱和伙食费村子里包了，不用你们的钱。不是，老头，我好不容易扳回一局，你现在跟我说不收房租钱？小九懒得搭理这2个天天吵的家伙。吃饱了，他打算去学堂看看建得怎么样了，顺便交代一下村子里的小孩，明日到山脚下集合，开始习武。翠花见小九出门，赶紧跟上。明日要不要一起学舞？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小九给翠花洗脑。你看呀，你现在只是一只长得稍微好看的鸡，迷倒的也只有村子里的公鸡。可是如果你学会了轻功，那就不一样了。你可以飞得比所有鸡都高，可以想飞去哪儿就飞去哪儿。到时候整个东夏国，你呀就是最牛逼的鸡了。翠花的2只斗鸡眼都亮了。我去，学，必须学，马上学，立刻学！我要做天底下最牛逼的鸡。小九见翠花同意，就不再给他画饼了。毕竟嘛，他也是胡说八道的，他就是想试试看一只鸡学了轻功之后会不会变成鸟而已。小九带着还沉浸在美梦中的鸡翠花来到了后山脚下。村长，我在这里监督他们呢，一定不让他们偷懒。赵虎一脸的求表扬，只不过赵虎刚说完，就感觉村长身上一股臭味儿。咦，难道村长不小心拉裤子上了？赵虎在想，待会儿要怎么不失礼貌又能委婉地提醒村长。有事啊？村长，我5岁的时候也尿床呢。然后呢？村长，你还小，有时候不能控制住自己，很正常。你再不说什么事，我等会儿让你爹过来了。赵虎心一横，我是桃源村的村长石小九。村长，你还小，就算憋不住拉身上也没事的。我小时候也尿过床的。小九闻了闻自己身上一股螺蛳粉的气味，这是食物的气味。赵虎一副我懂，村长你随便编，我都信。你也想感受下自由飞翔的感觉吗？村长，我娘喊我回家吃饭了，我先走了。村长，你慢慢逛。等等，村长，我真的错了。待会儿你去通知村子里的小孩，明日清晨到后山脚下集合。严夫子要开始教我们习武了。真的？明日就开始习武了？我马上去通知村子里的小孩。赵虎激动的飞快的跑去完成任务了。小九嘛，他想要和几位假劫匪好好的聊聊镇上的事儿。姑奶奶，是有什么事吗？你们之前在镇上是干嘛的？我们几个就是镇上的混混，小混混。那你们怎么有刀？这刀是从人家尸体上摸来的。那你脸上的刀疤是怎么回事？就自己伤的呀。还不说实话？他脸上的伤是他家里人伤的。哎呦，小九一听这是有大瓜呀，示意瘦弱男赶紧说：我家公子本是京城林家的嫡子，夫人还在时，老爷对我家公子和夫人那是极好的。公子6岁的时候，夫人因病去世，没想到。我是桃源村的村长石小九。夫人葬礼刚完，老爷就立马另娶，风光的把自家表妹迎进门，美其名曰娶个人回来照顾公子。啊，你家老爷是不是早早的就和自家表妹勾搭在一起了？大家也都放下了手里的活，竖起耳朵听着瘦弱男说话。怎么不说了？继续说呀！
你怎么知道？那肯定啊！你家夫人刚去世，你家老爷就立马另娶别人，这不是早早就勾搭在一起？我老婆子呀，第一个不信。对，老爷在认识我家夫人之前，就和自己表妹勾搭在一起了。和夫人刚成婚不久，就偷偷把人安排在京城外的私宅里。那然后呢？夫人去世后，两人就彻底不装了，霸占了夫人的嫁妆，还把夫人娘家送进大牢。夫人的贴身丫鬟翠儿听到真相，担心他们对公子不利，连夜带着公子逃了。可惜还是被老爷的人发现，最后翠儿为了护着公子，被老爷派来的人活活打死了。公子脸上也被他们刺了一刀。公子最后带着我跳下山崖，在脚下活了下来，之后就躲到了这青山镇。我呸！一对狗男女，就是狼心狗肺、人面兽心的负心汉，这虎毒还不识字呢，简直就是畜生都不如。哎，说不定你家夫人压根儿不是因病去世的，那肯定是那对狗男女害死的，就等着你家夫人一死，立马光明正大的霸占你家夫人的财产，风光的把自家表妹接回府呢。你没想过报仇吗？报仇？怎么报啊？去京城送死啊？怕什么？君子报仇，10年不晚，当什么窝囊废啊？你们这明日习武的时候啊，我能跟着一块练吗？我会在村子里面好好干活的。可以，不过你们都叫什么名字？我叫林奇，这是跟我一起从京城逃出来的小厮林冲，现在是我弟弟。接着他指着剩下的人一一介绍，这些都是穷苦人家的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跟着我俩一起在镇上混口饭吃。那你们有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吗？就上次打劫你们那事儿，之前就是正常的收摊位费，而且我们摊位费呢收的也不高。姑奶奶，你们之前从我们身上搜出来那些钱，就是上次从一群黑衣人的尸体上连同着大刀一块搜出来的。从明日起，你们就跟着严夫子习武，这段时间呢，还要帮忙建学堂。等学堂建起来了，我打算成立一支护卫队，就在村子里边巡逻，保护学堂和村子里的安全。你们愿不愿意干呀？工钱每个月都有，还包你们吃住哟。几人连忙同意，这可比在镇上舒服多了。翌日清晨，小九带着翠花以及村子里的众人早早的就到了后山脚下集合。严夫子早上好。练武非一日之功，需要恒心与毅力。你们现在先把基本功练扎实，然后再开始习武，以后每天都要晨跑。说罢，让这群孩子腿上都绑上沙带，开始绕着后山慢跑。翠花见大家腿上都绑上了沙带，连忙也把自己的鸡腿伸过去。这鸡真的是鸡吗？确定不是人变的？今天就练到这儿，回去好好休息，明日继续。记住，习武不易，贵在坚持。师傅，我们记住了，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坚持练下去的。对，我们一定会坚持练下去。众小孩信誓旦旦的保证，又在村长的带领下重新原路跑回了村里去。哎，我怎么感觉这一上午我家娃更结实了呢？嘿，你还真别说，就这一上午感觉长大了，眼神看着都不一样了。果儿，好好练，以后当个大将军。哈哈，就是，当个大将军，给你娘啊挣个诰命回来。大丫呀，好好练，以后嫁人了，要是婆家敢欺负你，就往死里揍。村民们争先恐后的纷纷夸奖起自家娃来。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能训练，小九学会轻功的速度是严贵没想到的。其他人还在练习基本功的时候，小九就已经把所有的都学会了。更让严贵想不到的是，那只名叫翠花的野鸡现在是飞得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远。难道天赋高的人养的动物天赋也高吗？村子里的人现在不管男女老少，为了不让自己孩子给比下去，一有空都会去跟严夫子学武。村子里的学堂也已经按照小九的要求建好了，徐老还亲自为学堂题了字，叫桃园书院。自此，桃园村的小孩每天过着下午习武、上午读书的充实生活。恭喜宿主学会轻功，奖励100积分加抽奖1次。恭喜宿主帮助村民发家致富，奖励200积分加抽奖1次。恭喜宿主帮助村子里建学堂，奖励积分300分加抽奖1次。哇，奖励这么多呀！是的，宿主，这是你最近努力应得的。希望宿主再接再厉，努力当好一个合格的村长。小九立即抽奖，第一次抽中了辣椒种子1包，第二次抽中了雏蛋1个，第三次抽中大力丸1粒。
储袋。系统，这个怎么用啊？是不是要滴血上去才能认主呀？对的。小九立马咬破手指，滴了一滴血上去。过了一会儿，脑中就有了和这个储物袋的联系。小九把辣椒种子和大力丸也都收进了储物袋。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当当当当！恭喜宿主满1000积分，开启商城第2层。里面可以兑换的有打火机2个积分，弹弓3个积分，手电筒5个积分，望远镜10个积分，电击棒15个积分。哇，感觉这个跟个杂货铺一样。系统要多少积分可以开启商城第3层呀？5000积分可以开启第3层，请宿主继续加油。那商城第3层是什么呢？等宿主积分满了，开启了第3层就知道是什么喽。小九见套不出话，也就放弃了，继续研究系统商城第2层。只是才看了几样东西，院子外就吵闹了起来。村长不好了，阿斗和赵虎他们在山上被黑衣人掳走了。怎么回事？前几日，赵虎和阿斗、铁牛3人跟隔壁几个村子的小男孩打赌，约了今日去后山打架，哪个人打赢了，以后谁就是他们几人之间的老大。我和希儿跟着他们上山想看看热闹，正好见隔壁村子的招娣和翠儿在附近摘野菜，相认许久没见，就上去跟他们聊了会儿天，没有跟着赵虎他们过去。过了一会儿，突然就看见一群黑衣人出现，往他们面前撒了什么粉，他们就晕过去了，然后黑衣人直接把他们全部带走了。哪几个人被抓走了？5个黑衣人，一共抓走6个人。我们村子的赵虎、阿斗、铁牛，还有下河村的栓子与杏花村的柱子与黑娃。你们2个先去自己村子里报信，大丫和杏花，你们2个去找族长，我去后山先看看。院子里面，听到动静的严贵从屋子里走出来。走，我和你一起去后山看看。几人立马分头行动起来。小九和严贵迅速来到后山几人被掳走的地方，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严贵蹲下身，从地上的草叶子上捻出了一丝粉末，闻了闻，是迷药。能闻出来是什么迷药吗？小九也蹲下来捻了一点粉末，正要学着他家严夫子往鼻子里嗅。这是迷药，不能闻。那你刚刚闻怎么没事？我的体质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的药物对我没用的。哦，村长，这挨千刀的黑衣人竟敢掳走我家铁牛，是不得好死的东西哦！好好的人不当，这群丧良心的，可怜我家阿斗。等抓到他们，非把他们千刀万剐！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歹人，咱们村子一向太平，怎么就遭了这等祸事？村长啊，报官吧！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直接掳人，官府总要管的。其他几位族长此刻急得那是团团转。我记得翠花是和赵虎他们一起上山的。什么？他们连一只鸡都不放过，有这群杀千刀的？应该不是，翠花应该是跟着他们走的。小九指了指脚下，还有不远处撒着的一些五颜六色的鸡饲料。翠花应该是用自己吃的鸡饲料在做记号。村民们听到村长如此说，心中顿时就浮现出了些许的希望。你们先回村子里等消息，我和严夫子跟过去看看。我也去。村长，我们也去，正好看一看最近习武的成果。你们都回去，我跟严夫子2个人速度更快，带上你们会拖慢行程的。村长，我们会努力跟上的，不用管我们，等会儿一块去，我们在后面可以随时给村子里面报信。可以，那你们在后面跟上，其他人回去等消息。说罢，便和严夫子2人顺着线索往树林深处飞去。这是哪儿啊？你们都怎么样了？这是哪儿啊？我们怎么被绑着？我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我们该不会遇到人贩子了吧？我不要被卖！胆子更小的栓子忍不住哭起来了。哎，别哭，等下绑我们的人听到了怎么办？正当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小九赶紧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听到脚步声，赵虎几人赶紧缩在一起看着门口。哟，这次那小孩还行啊，看着是练武的好苗子，也算是能交差了。最近死了一批，这几个再加上昨日那几个，刚好补上。来，走吧。去哪儿？小子，到了你就知道了。来，赶紧的起来。正当黑衣人准备再踹一脚时，突然听到木屋窗子有动静，
2个黑衣人回头，就见一个小姑娘爬了进来。不是说绑回来6个吗？这怎么还多了一个？小九木着脸走向了2位黑衣人，然后咧嘴一笑。这不会是个傻子吧？小九伸出了自己的手，对着2人的脖子一人来了一下。村长，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看，我没骗你们吧？我们村长就是天下第一厉害的大侠。隔壁2个村子的几个小孩此刻已经完全忘了害怕，眼中满是崇拜。村长，我们打出去吗？外面几百号人，你牛，你上任。那村长，我们怎么出去啊？小九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看到翠花。翠花呢？翠花跟来了吗？翠花跟着你们一路做记号，要不然你们以为我们怎么能这么快找到你们呀？我们还有谁也来了？严夫子，赶紧走，去和严夫子会合。小九打开窗子，示意几人从窗子爬出去，后面是树林，很适合隐蔽。几人迅速行动起来，身手敏捷地攀上窗台，一个接着一个，悄无声息地跃入窗外的茂密树林中。几人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丛，突然就听到了熟悉的叫声：主人，你终于来了！别让我看着这几个兔崽子，他们也太不省心了。我为了跟上他们一路撒口粮，我都快被饿死了。干得不错嘛，回去给你补上，补双份口粮。不过你怎么在这里呀？金子，主人，金灿灿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真的？哎，等会儿去，先把他们救出去，我们再去。翠花，你知道出去的路吗？翠花兴奋地咯咯哒地叫了几声，便是率先朝着山洞的出口跑去，不时地回头用眼睛确认大家是否跟上。在翠花的带领下，成功地找到了出口。太好了，终于出来了！林奇，严夫子还没出来吗？没有，我们一直在洞门口盯着，没有任何人出来。此地不宜久留，你把他们带回村子里去，我进去看看。回到山洞的翠花兴奋地扑腾着翅膀，带着小九往山洞深处的一个隐秘角落走去。不一会儿，翠花就停在了一个看似普通的石壁前。翠花突然用力地啄了一下石壁上的某个位置，只见石壁上的一块石头竟然缓缓地移动。干嘛？就是这里。小九小心翼翼地靠近洞口。哇，金子！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翠花，你可真是个宝呀！小九激动地抱起翠花，狠狠地亲了一口。翠花咯咯哒地回应着。小九兴奋地拿出了自己的储物袋，把洞内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装进了储物袋。小九见没什么值钱的了，赶紧带着翠花离开。喂，主人，这里装了好多小孩子啊！昨天还有7、8个被关在前面那个木屋里呢。小九趴在草丛里，看着远处守着的黑衣人。突然一阵风吹过，草间摇曳。小九借着这个机会，身形如同鬼魅一般快速的移动，瞬间贴近了一个背对着他的黑衣人。他屏住呼吸，手中的电击棒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对方的手臂，一道微弱的蓝光闪过，黑衣人浑身一颤，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待所有黑衣人都失去了战斗力，小九这才轻手轻脚地走向木屋，推开门缝，只见里面7、8个小孩。哎，你怎么也被抓了？我不是被抓的，我是来救你们的。官府的人来了，我爹爹是不是把他们全部抓住了？不是，就我自己。走不走？不走，那就在这儿等你父亲吧。走，我们当然要走。走啊，必须走！这儿都不给饭吃，都饿了1天了。小胖子长这么大就没受过这种苦。其他的孩子也纷纷地站起身来。不要发出声响，外面很多黑衣人。跟紧我，从后门离开，往前面的树林里去。众人点点头，小九引着他们往前面的树林走去。翠花带着大家沿着回去的路一路疾行。大家跟紧翠花，快点赶回村子。众人加快了回村的脚步。这一夜，村子里的灯火格外明亮，每个人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温暖。成功救下村民，奖励积分500，加抽奖1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小九并没有多高兴。他在想，今日在山洞里面看见的那群小孩，他们也是被拐来的吗？他们在那生活了多久了？他们的爹娘是不是也跟刘婶子他们一样急得团团转呀？他们是不是每天都在挨打呢？嘿，我叫王者荣，你呢？对了，为什么他们都叫你村长啊？你说你叫啥？
我叫王者荣啊，怎么了？没什么。你叫什么呀？为什么他们叫你村长？石小景，我生下来就是这里的村长，天生的。小恩人，你怎么这么厉害呀？你是不是小神仙？刚进村长院门的大丫看着拉着村长手的沈之渊，哼，哪里来的小妖精跟我抢村长？立马跑了过去，把村长的手从沈之渊手里抽了出来，放进了自己的手里。村长，你饿了没？雪姐姐已经在做早饭了，待会儿吃完饭，我让村民们送你们回家。你们记得自己家在哪不啊？哦，我爹叫王富贵，就在镇东头，镇上最有钱的就是我家。我爹是县令，送我去县衙就可以了。其他小孩也纷纷的报了自家的地址，只有一个小男孩沉默不语。你们怎么被抓的？我跟表姐和丫鬟走散了，在一个巷子里遇到一群黑衣人，然后就晕过去了，醒过来就被绑在那个屋子里了。我就是听说永福楼上了新菜嘛，想去尝尝鲜，结果就莫名其妙的被绑到这儿了。说到这儿，小胖子肚子咕咕的叫。小爱人，咱们什么时候吃早饭啊？马上就好啦，饭好了，快来吧。哎，这是什么呀？这个是我按照村长给的方子研究的新菜，煎饼果子配豆浆。好久没吃到煎饼果子了。小九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再喝了一口豆浆。好吃，是印象中的味道。这也太好吃了吧！笑笑姐，你这煎饼果子和豆浆，如果拿到镇上去卖，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的。许笑笑有些不好意思，但更多的是惊喜。见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好吃，煎饼果子外皮酥脆，内里馅料丰富，豆浆醇厚香甜，两者搭配恰到好处。你不是哑巴，你会说话。小男孩没搭理他，小胖子撇撇嘴。一顿早饭过后，众人已经忘了自己要回家的事儿了。小胖子此刻只想在这儿常住。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住。要不我让我爹给我送伙食费过来，好不好啊？我也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玩。不行，你们先回去，等你们爹娘同意了再来这儿住。几人只好委委屈屈的跟着村民回镇上。那你等我，我回去跟我爹娘说了，我就来住。小九朝他们挥挥手表示随意，最后只剩下说不出自己住在哪儿的那个小男孩了。你真不知道你家住哪儿？小男孩摇头。那你叫什么？你多大了？还是摇头。你不会是个傻子吧？可也不像呀。刚刚吃饭，这小男孩说话还咬文嚼字的呢。那你先在这里住下，等到时候去县衙找找你爹娘。小男孩点头。那你自己找个空房间住吧。说罢，小九就回房间补觉去了。昨天的抽奖还没抽呢，小九点击了抽奖，抽中了双胎丸一粒。双胎丸？啥东西？女性吃了这个可以生个双胞胎。好吧，这个还不如大力丸呢。那大力丸吃完是不是和我力气一样大呀？不会，但是会比普通人力气大。小九把双胎丸收进了储物袋，躺下补觉。另一边，小胖子把自己如何被绑走，又是如何被小九救了的事儿说了一遍。去县衙，你要把那群歹徒抓起来。多谢你家村长救了我儿。请问你们是哪个村的？改日定登门拜谢。对，得谢谢你家村长。他们是桃园村的。哎，我阿娘呢？你娘去县令家找沈夫人，让县令派人去找你了。快进屋，别在这站着了。王富贵邀请赵大郎进屋坐。不了，人送到了，我就回去了。祖母，我想去桃园村住几天，好不好啊？不行，你娘回来没看到你，又该担心的睡不着了。我就是要去，我不管，我要去小爱人那里住。唉，让他去吧，明日再把他接回来。老太太发话，王富贵只好作罢，有些不好意思的看着赵大郎。这不知是否方便了？赵大叔，小爱人不是说了吗？我家里人同意，我就可以去村里住了。赵大郎没什么意见，反正村长都同意了。王富贵吩咐管家安排马车送上一程，小胖子和赵大郎带着小厮和满一马车的东西回桃园村去了。
一下马车，小胖子就撒欢似的往小九的院子里跑。路上看见昨天带着自己逃命的翠花，小胖子赶紧从兜里拿出银子，塞到了翠花背着的小兜里。嘿，谢谢你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你是我见过最有灵性的动物了。小子算你有眼光，放心啦，以后我翠花罩着你。小胖子见翠花神来，他在回应自己的感谢。那下次我带你去见我家祖母，我让祖母给你打一块金锁，挂在你脖子上，这样你就是最有钱的鸡了。真的？那你可千万不要忘了呀！小胖子把翠花抱起来，去了小九的院里。好香啊！此时，刚睡醒从屋里走出来的小九，你不是回去了吗？我跟我祖母说过了，我祖母同意我来村里住了。那我还带来了我的伙食费。小胖子的小胖手一指门口马车上满满当当的东西，小厮正在费力地把东西往院子里搬。你打算在这儿住多久啊？我跟我祖母说住1天，他们才同意让我来住的。不过呀，我把东西都搬过来，等我祖母来接我的时候，我就求祖母让我多住几天，我祖母一定会同意的。还有啊，那是我的小厮小六子，是过来照顾我的。小胖子真诚地看着小九，看吧，我啥都准备好了，一点都不麻烦，快点让我住下呀！你不用去学堂吗？嗨，我太笨了，学不会啊。而且我爹也说了，我家有钱，就算是不会读书，以后也不会饿死。这该死的富二代呀！那你在这儿住，就得跟丈夫他们一样，在村子里读书习武。啊？你们还得读书习武？每个人都要。你既然来这儿住了，也要和他们一样。小胖子闻着厨房里传来的阵阵香味儿，那为了美食，我可以的。我是桃源村的村长石小九。行啊，不就是读书习武吗？我可以啊。喂，你可别光嘴上说，习武可是很辛苦的，你行不行啊？哎呀，放心，我说到做到。老太太和老爷为了少爷读书的事操碎了心，少爷死活不愿意去读书，每天把父子气得半死。少爷要不是因为逃课，也不会被坏人掳了去。那行，明日一早跟着我们上山习武。小胖子频频回头看厨房，好香啊，真的好香啊！许笑笑端着锅底从厨房走出来，你可以吃。几人一起把菜全摆到餐桌上，有村民们送的青菜，有山上打的野味儿，还有一些从空间兑换出来的食材，全部摆在了盘子里。中间用炉子煮着的汤底，咕噜咕噜的冒着香气。这些都是生的，怎么吃？直接放锅里涮一下就可以吃了。小九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片肉，放到了火锅里面煮了一会儿，然后放进了嘴巴里，幸福地眯起了眼。其他人见状也纷纷地动筷子。好吃好吃，太好吃了！慢点吃，别烫着，锅里啊还有好多呢。哇，原来这样烫一下吃的青菜这么美味。少爷，你明日要千万给点力啊，争取在这多住段时间。哇，太美味了，好吃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哎，徐夫子呢？徐夫子说要出远门一趟，过段时间才会回来。最近都是王正一在是教着孩子们骑吗？严夫子呢？许笑笑摇摇头，严夫子此人吧，神出鬼没的，谁知道他去哪儿了呀？奇怪，一个两个的全跑了。村长，你下午去干什么呢？今天夫子们都不在啊，正是撒欢玩的时候。小九还没想好去干啥，门口就又来人了。沈之渊兴奋地跑进来，门口还跟着一个穿着官服的男人。小恩人，我来啦！哎，感谢小姑娘救了我家闺女，沈某感激不尽。你就是县令？是的，我爹就是县令。那群黑衣人抓了吗？不瞒你说，沈某此次来，除了感谢小姑娘救命之恩之外，还有事相求。啊？可否借小姑娘养那只鸡用，带县衙的人去往山洞抓人呢？主人，我要去！我答应了山洞里的小红、小绿和小黄，给他们带我的鸡饲料呢。可以，不过山洞里面还有很多小孩，希望县令的人手下留情，不要伤害他们。这个你放心，都是些可怜孩子，等救出来了，县衙会帮助他们找到家人的。
沈之渊见他们事情说完了，忙拉着自己亲爹的袖子撒娇：“爹，我也要在这儿住。”沈县令是没什么意见，只是担心人家小姑娘这里会不方便。小恩人，我可以在这儿住吗？啊，我不白住的，我带了钱的。沈之渊把银子塞到了小九怀里，小九同意吗？那当然同意，住一个是住，住2个也是住啊，有钱不赚是傻瓜。沈县令带着人急匆匆地往山洞的方向而去。哎，村长，渣男来了！几个小鬼头的八卦雷达嗖的一下子全启动了。哪儿呢？啊，河边，我小姑姑在那儿洗衣服，碰上赵大一家子了，把我小姑姑堵在河边了呢。小九他们几个马上冲出院子，直奔河边跑去。这热闹可不能错过，得趁热乎的看。你阿奶呢？去镇上了。怪不得赵大一家敢上门来闹事，原来这是瞅准了徐老太不在家。笑笑，我是过来接你回去的。赵大，我们已经和离了，咋的？我娘上次在你家没说清楚吗？笑笑，我真的知道错了。村长，他是不是该跪下求饶，表示下次再也不会了？跟村长你之前说的那样，等把笑笑姐哄回去，只会变本加厉。家暴有了第1次，就会有无数次，狗改不了吃屎。笑笑，你就原谅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小九几人看着都嫌弃死了。笑笑啊，大郎知道错了，已经改了。他们一直惦记着你，你看你生不出孩子，他也还是要把你接回去过日子。这夫妻之间哪有不闹矛盾的？都说床头吵架床尾和，笑笑你就原谅他吧。许笑笑二话不说，直接给他来了一个过肩摔，随后一脚踩住了赵大的脑袋。怎么想把我抓回去，继续给你家当牛做马呀？反了，我的赵老婆子嚎着就要上前，许笑笑脚下用力，你放开我儿！赵老婆子停下了上前的脚步，生怕许笑笑一脚踩死赵大。不是要接我回去吗？正好，之前在你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的，还被赵大打了这么多年，这气儿啊还没消呢，总要收点利息回来吧。你放开他，我们不接你回去了，你赶紧把脚挪开。许笑笑听到这话，见脚下的人也在疯狂的求饶了，快滚，下次见到一次打你一次。赵老婆子赶紧扶起赵大，屁滚尿流的跑了。之前一直跟着村民们习武，一直没机会看看练的效果怎么样，现在看来还是有些用的，以后得加把劲儿，继续练武了。说到这个，村民们的话题顿时就来到了练武这件事上。哎，你说我这练了这么久了，那说不定在外面能1打3呢。切，那肯定没我厉害。吹牛吧你就，有本事啊，下次咱们来比比。比就比。我比我爹厉害多了，我爹现在想打我都追不上我。啊，真的？小胖子可激动了，要是自己习武，到时候老爹想打自己，那肯定也是打不过的呀。我都会飞了，我爹还不会。我爹只是现在力气比我大，等我再大些，我力气肯定会超过我爹。学到了，以后遇到渣男也要像徐姐姐这样，